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《暗黑破坏神2代》的高清视频。今天是兵法的噩梦第5章。兵法现在正是强势期，所以说打第5章会非常的爽快。我现在级别大概是不到60。打地狱之前，有小伙伴建议我练到65。看一下吧，主要是看一下火魔法成型的时间。你看这个地形和敌人的攻击方式就知道，这里用兵法真的是很省事的。你如果用一个近身的这么多骷髅远程射你的话，那基本上你是抬不了手的，非常的难受。除非你有控制类的技能。比如说刺客的心灵震爆一类，或者切入类，比如说野蛮人的跳入，其他的你贴上去打的话就比较困难了。对人物的 FHR 要求也比较高。这里如果是地狱难度刷这种敌人就比较难处理了。一轮传射我的血量也就差不多了，我现在血量还不到700，进地狱的话估计也就700左右。这个血量大家应该知道在地狱难度意味着什么，很多什么幽灵一击啊，甚至你被诅咒了，特别强壮的敌人给你一下的话都不好受，有可能会秒掉。这个血量我已经很注意了，毕竟咱们的装备不好。加点的话就是力量敏捷够穿装备，然后其他的所有点我都点到血量上了。哎，捡了一个，可惜暗金的就是 LRE 了，是吧？有了 LRE MF 会好很多呀，它加的 MF 值特别的高，而且呢加1点的所有技能。日用品吧，但是这种日用品对咱们来说都是奢望。我身上能称得上日用品的只有一个眼球，项链还是个蓝的，什么腰带啊、手套啊、鞋啊都是垃圾。鞋应该是泪之臀。打出一把黄金弓。等到了地狱难度呢是这样，我右手就是暴风雪了，左手应该是火球。这趟图咱们走了1半了吧，1半多了，快要见到山客了。山客这个点我应该是在这里会练级的，至少练个3、4级，然后再切地狱。力量光环对面应该是山客踩的，我这个面积好大呀！运敲给我爆了个坦克雷。坦克雷2件套在非常穷的时候也可以用来 MF， 对吧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玩 1.09 的时候干过这个事儿。好多的瓶儿，把头环也捡着了。当然了，现在这个场景的级别，你头环不可能有做好的。其实大家看我打 BOSS， 尤其是各种手杀的时候的爆率，也都知道我，不太可能出什么好东西。护身符啊，黄金护身符1个，这个捡着，难得的好东西。回去整备一下。Your afternoon. 加1野蛮人技能，这个得留着呀，这个以后练野蛮人的话能用到。
啊，对，我还有一件日用品是噬金盾牌，大家看一下我的装备吧。这把华宁的长刀真的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啊！眼球、教化，别的还是那些玩意儿。整个噩梦，也就是第2章更新了一下装备，后面就没什么变化了。小弟这把华宁的长刀，最好进地狱之前啊，给它换一下。这个伤害40多到130，到地狱你实在是混不起啊。我希望巴尔能给我换把枪。咱们来救这些人了。它这个营地比较分散，一般来说呢是2个在一起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单独的，但有的时候3个都是分开的。哦，这个人员的密度啊，暴风雪交阵实在是太少。点了一个是吧？这里竟然还有这种勾践手！好，这是第2个，第3个就需要慢慢找了。感觉这个地图大体上都晃的差不多。第3个在这里。成了，安雅了。到这儿领个7、8、9。远古誓言盾，这应该就是为了让你相盾用的。等到了地狱了以后，装备就能好一些。后面的职业，其实法师的装备就比开荒的第1个角色死灵强多了。这里一路 TP， 这张地图的结构相对简单，你从南边啊一直 TP 到最北边就完事了。哇，蓝色的传说之剑。哦，好多怪。来把这个门拆了，不然你的暴风雪呢扔不出去。小金怪啊，蓝怪，蓝怪一般就爆药瓶了。太热闹了！黄金的钉头锤，黄金装备对我来说有一些都很好啊。把这清一下。地狱的话，第1章、第2章也应该不会太难。咱们的冰风暴的伤害还是够的，已经上2000了。但第3章开始应该会稍微感觉有一点吃力了。行了，到头了。这个是一个固定的金冠，离远点，它是冰冷强化。哦，普洱一个不错。啊，这怪堵门口啊！普洱的话，现在基本上是我，包括仓库里边号最大的符文了。那其实有的时候碰到一些素材，你会很矛盾，捡不起。战网当然没得说了，但是如果你是单机的环境的话，真的有些素材，你捡了一辈子，你也没镶得起，符文没凑齐。有的时候需要一个20几号，那基本上就是有生之年了。
我觉得单机的话，24号之后都很难出，但也有个别情况。我记得前年我直播暗黑的时候，出了一个32号，应该是在地狱的这个场景，在地狱的冰河里边出了一个32还是31，简直了，好像是用圣骑士出的。人品爆发了一波。哎呀，在哪儿啊？还在这儿。用兵法真的太安逸了，现在不是兵法安逸，是法师这个职业它就安逸，它的 TP 实在是太好用。那你使用其他角色的话呢，还要搞什么 TP 甲？或者传送杖啊 ，TP 甲比传送杖要好一些啊。这个货是冰冷系无效，我削完它了，把其他的清掉，让小弟来捅死他。小弟差点被他的冰环炸死了。爆了一把古代之剑，黄金的。差不多了吧，清差不多了，这还有不少。救了安雅有抗性卷轴拿，增加冰冷和火焰伤害。就走。这个点到了地狱，我会再洗一下的。现在加的不是很合理。陨石虽然对火球有伤害加成，但是呢，因为你投入的点儿过高，如果把它点亮的话。好，把这个卷轴用了，加全抗啊！这个小皮咱们是要 K 一下的，给了我个垃圾。Yes. 2件黄金，能卖点钱吧？瓦特之厅来找尼拉赛克，噩梦的还好，地狱的实在不是很好打，有的时候你看他一抬手你就扑街了，主要是他的施暴太霸道了。哦，上路不是，往右边来看看，一般都要找个两三个方向啊。这是药瓶堆啊，好多蓝怪。哦，出了大恢复了，这个大恢复好有用。好，右路也不是，去左路。左路应该就是了吧？有口井啊，有口井是好消息。在井旁边，我真是谁也不怕呀！啊，在这儿，任务提示已经出来。传走，传走！地上开始有敌人的尸体了，传走。好，他挂了。看爆了什么？一把黄金万刺。这里没什么营养，其实可以走。去找安雅对下话。他的这次的任务奖励，我觉得实在是没什么大营养。
刚刚那个东西卖了1万整是吗？报了把死灵的账，没有我死灵现在拿的好。行了，3 BB 了。Good afternoon. 3 BB 噩梦的也好打，一起打2个3个的问题不是很大，关键就看小弟啊，小弟要挂了就很恶心了。远古之路，这个怪闪电系无效。看一下，在这儿。Not enough mana. 啊，这个游戏从打完尼拉塞克，然后走到这个远古之路，路程还是比较远的。这些身上药应该是够了。 The ancients must be close. 这3个货都来了，咱们甩他们一下，大概能带过来1个2个的，然后再打。再次甩过来，慢慢带啊，慢慢带过来了。哦，这个速度好快呀，塔利克。塔利克没多少血。克利克闪电强化，这个削不动。小弟有点撑不住。给小弟回下血 ，TP 一下，给他回点血啊！要跳劈我，这你是劈不到人的，这招前摇太长了，差1个，特别快速。噩梦难度能给他削掉3%的血，完事了。看一下咱们59级，那打完了，噩梦应该61级左右。 哦，这药真好啊，大4瓶儿。你自己有耐心，自己也可以喝，我实在是没那个耐心。啊，很快找到2层入口了。2层的点儿咱们踩着吧，后面如果想练级的话，有可能会来。摆一下药瓶 ，Shift 点左键啊！有很多小伙伴留言问我，这个我需要想一下。你操作的时候真的是没有障碍。这个到地狱难度的话，那就闭着眼睛教了。你管他是谁是。 冰冷系无效呢，你先把不无效的浇死再说啊，后面再用大火球来处理。这有个闪电武器，闪电强化的，小弟要扑街。牙皮的强化版。好，在前面了，在前面了。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呢啊！3层入口，下面找4层的。在这里面打架真的挺危险的，敌人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。哎，我刚刚看见诅咒骑士啊，厄运骑士。 你往左了啊！电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噩梦啊，噩梦。这个冷静，他是秒不了人的啊，噩梦。
就到了地狱就难说了，到了地狱这里就非常恶心了。如果刷电魂的话，一个漏网之鱼。哦，这儿还有。门口清完，其实噩梦没必要清这儿。打地狱的话我会清的，我怕最后一波古难记录者我打不过，我把他们引出来，这个是有可能的，你有可能打不过他，因为单机的话你装备不是很好，万一这个古难记录者刷出了很多恶心的属性的话，你有可能打不过他。这个不丢人，咱们只要能打过巴尔就行了。衣服拿起来，身上的药再摆一摆，身上的药再好好摆一摆。这个小怪还是好清的。第二波，好在没有冰冷系无效的。就看最后一波好不好清了。打这波的时候小心调整一下小弟的位置，因为九头蛇太多了，它是吃不消的。尤其是现在咱们小弟的装备还比较烂。我的血都被毒没了。地上有瓶捡一捡啊，咱们的蓝瓶不是很够。提前把冰风暴先下上，等他出来的时候呢，就先挨打。好，他老大挂，这家伙被逗住了。斗这么半天啊，不斗他。好，最后一波。这个怪出来就很有气势。好，冰冷强化，那削弱它，拿火球来打。这火球现在伤害好像才400-500，不是很高。好，打完，地上一把黄金的食人魔之斧。行了，咱们身上的药应该可以清它，可以打完。食魔之斧我捡起来就是为了看一下，是不是比现在的华宁的长刀好啊？进来开大架。他如果不 TP 呢啊，话音未落，这个家伙真的是讨厌。他 TP 是太讨厌了。他如果站那不动和我打架的话呢，也就30秒左右。没分身，分身的话还稍微难一点。不分身的话呢，基本上就看一下，那把枪，看，哎，无形的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还没辨识呢，这个伤害已经比华宁高了。看来我小弟呢，在地狱有枪用了，一会儿辨识一下，看看到底有多好啊！最好是有吸血，ED 上个100就可以。
Till good afternoon. 看看55到287。7%偷法力啊，55到287。看看这把，113到356，好，这把好。哦，它有一个5%的伤害加深，这个有望破污免啊，现在带不上，需要力量145，练2级就好了。这把枪可以，这把枪在地狱用。行了，那心愿已了啊，终于可以在地狱混了，小弟。那好吧，咱们本期录制到这儿，下期开始地狱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见。